谁开的急救车。这天凌晨，省120急救中心值班医生刘春兰突然接到出诊电话，这对于他来说本来极为平常，哪天不出诊10几次接送危重病人呢？可今天这个电话却让他感到了肩上的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电话是市长值班室打来的，说必须把这个病人抢救过来。值班秘书说，1周以后这个人要出席全国道德文明先进表彰大会，并且要现场发言的。刘春兰急切地问道：具体位置、病人名字、什么病？阳平县清江小区北座3门603，病人叫石天，心脏病发作。什么？石天？刘春兰一愣，他虽然没见过石天，可是石天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太熟悉了。5年前，她的丈夫带着女儿去百货大楼，赶上了一场突发的大火，顾客们情急之下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，而大火很快就封住了一切出口。万分危急的关头，一个中年男子数次冲入火场，将9个人救了出来，其中就有刘春兰的女儿。女儿说，如果不是这个人将她背出来，她肯定就没命了。后来媒体挖出这个男人叫做石天，但是这个石天却极为低调，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报答和感谢。刘春兰呢，因此也就没有与石天见上一面。没想到今天能以这样的机会与恩人见面。刘春兰等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阳平县清江小区，将石天抬上了急救车。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哭着说，爸爸突然发了心脏病，她给爸爸喂了药，可是爸爸呢仍旧昏迷不醒。她万般无奈之际，想到了给市长值班室打电话。刘春兰随口问道：你妈妈呢？女孩说，妈妈5年前就走了，因为爸爸被大火烧残了。刘春兰扫了一眼石天，呀，他的脸上布满了肉疙瘩，像电影里的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，太吓人了。刘春兰心头掠过一丝悲凉，英雄可爱，可是英雄的处境却是现实的。刘春兰抓紧给石天进行了就地检查，还好石天因吞过急救药，病情暂时稳定，但是必须马上进行下一步的治疗，否则很危险。时间就是生命，急救车闪着蓝绿灯光，快速地离开了小区，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公路。刘春兰知道再有10几分钟就能抵达急救中心，于是低头盘算着用什么方案来抢救石天最好。突然他感到车速慢了下来，而且越来越慢。他急着对司机说，师傅，快点开啊，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呢。司机说，我也想快呀，可是快得了吗？刘春兰抬头一看，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高速公路上起了浓浓的大雾，滚滚的雾就像是飘舞的棉絮，一团团的在公路上滚动着。虽然急救车开着大灯和防雾灯，可是此时就像是茫茫宇宙中一只萤火虫的亮度。司机瞪着眼睛，急得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，可是汽车仍旧像瞎子一样一步一步地挪着，速度还没有步行快。刘春兰心急如焚，难道她女儿的救命恩人就眼睁睁的在自己手上失去性命？
他忽地站起来，冲到司机面前，急迫地说：“师傅，快想想办法呀！”司机有些恼火：“我能让汽车插上翅膀吗？”刘春兰急得给急救中心打电话，希望立刻得到增援。可是中心主任说：“遇上大雾，我们也出不去呀。”刘春兰又给石田检查，情况不好，不能再耽误了，否则真的就无回天之术了。急救车像蜗牛，在高速公路上慢慢的爬行，全车的人除了石田外，都急得不行了。突然，前面的路上模模糊糊的有个人影，司机以为自己眼花了，揉了揉眼睛，确定是个人。他一个急刹车，探出脑袋：“你不要命啦！”拦车的人是个年轻的姑娘，也就25、26岁，穿着一身藕色衣服。她对司机笑了笑说：“大哥，我有急事儿，搭个车。”司机没好气地说：“不行，我这又不是公交车。”可那姑娘堵在急救车前就是不走，弄得急救车过不去。这真是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刘春兰说：“哎，得，别跟他纠缠了，让他上来吧。一只羊是放，一群羊也是放。”那姑娘上了车，对刘春兰一个劲儿的感谢，车继续前行，仍是老蜗牛似的。那姑娘火了：“我还有急事儿呢，你们这速度，什么时候才能到省里啊？”司机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有能耐，你来开啊！”姑娘一听，立刻就让司机离开驾驶台，由她来开。司机说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我20年驾龄了，我都不敢开快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姑娘笑了笑说：“哼，我是驾校的教练，专门跑这条路的，我对这条路熟悉，让我试试看吧，不行再换嘛。”司机仍旧不干，可刘春兰却心动了，也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吧，竟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就让他试试吧，没准能行呢。”司机火了：“刘医生，你也不想想，他光凭一张嘴说，你见他开过车吗？”刘春兰平时文文静静，从不与人吵嘴，可此时大概是心急如焚，火气骤升，竟开口顶撞司机：“你不让他开，你怎么知道他不行？”司机一赌气，骂骂咧咧的就离开了驾驶台。那姑娘神色悠悠的坐上了驾驶座，一挂档一脚油门，车呼的就窜了出去了，嗖嗖嗖，一下子时速就上了80公里。她仿佛不是在开车，而是在开飞机。驾驶着飞机穿梭云雾，这下子全车的人都愣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也信服了一句老话：山外有山，人后有人。没想到在这样复杂的路况下，竟然有如此能人。刘春兰又惊又喜，喜的是照这样开，一会儿就能到省城；惊的是这也太冒险了，别再出个车祸，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了。那姑娘像个镇定的指挥员，从容不迫，不苟言笑，紧紧盯着方向盘，双手握着方向盘，车开得又快又稳，就像是在 F1 赛车场上飙车。10几分钟后，急救车就开进了省急救中心，医生护士们急急地将石田抬下车，送进手术室进行抢救。刘春兰没忘了谢谢那个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们一把的姑娘。那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哎，没什么，谁见了都会这样做的。”刘春兰问姑娘姓什么叫什么，那姑娘寻思了一下说：“我叫何月华。”因为送医及时，石田被救了过来。主刀手术的医生说：“再晚来10分钟，那就来不及了。”啊，谢天谢地！刘春兰心头的石头放下了，就说在高速路上遇到的事儿。要不是遇到那个姑娘，我们就回天无术了。这石天真是福大命大呀！主刀手术医生随口问：“有这种事儿？那姑娘在哪儿？叫什么？”刘春兰回答道：“不知道哪儿的，
他说他叫何月华。那医生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？何月华？”刘春兰说：“是啊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医生自言自语：“不可能啊！去年这个时候，我接过一个车祸病人，也是叫何月华，因为耽误了时间，还没有被抢救过来。”刘春兰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哎呀，叫何月华的人多了去了，难道我们让个死人开车啊？笑话！”医生愣了愣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刚才那个病人是叫什么来着？石天。是的，石天。医生拍了拍脑袋：“哎呀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就是这个叫石天的男人把何月华背到咱们中心的，还一脸肉疙瘩，把好几个医生吓得够呛。他大汗淋漓地说，他在公路上发现了一个被撞伤的人，就背来了。那姑娘穿的是一件藕色的衣服。”刘春兰听傻了，天哪，他们刚才遇到的真的是一个死去的人吗？他唏嘘不已，众人也是连连感叹，但是大家相信了一个理：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干了好事，神鬼也会相助。车棚魅影第1集。这是一个发生在车棚里的故事，没错，就是车棚，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用来停放自行车的车棚。这是我经历过的事情，当然，信不信都有你。我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，买不起4轮子的汽车，只能骑2个轮子的自行车。今年初，我搬家了。新家的停车棚在小区的最深处。这车棚进出的通道与外面呢，一条小胡同只有1墙之隔。可能是为了防盗吧，那墙砌得特别高，一抬头只能看见狭小的一片天空。那车棚很大，用铁栅栏隔成一个个小空间。我搬来的时候才发现车位已满，不得已只好和对面的邻居商量，能否与他合用一间。反正那车棚一小间有20几个平方米，多放我1辆车应该不成问题。邻居很爽快地答应了，但是当我找到那间车棚时，却发现它处于整个车棚最里面。奇怪了，别的小间装的都是那种推拉的铁门，而我那间却是卷闸门，每次都要蹲下来打开锁，再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向上拉开。那种噪音，相信听过的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走进那车棚，我心里总是感觉怪怪的，好像有人在我身后窥视，看得我浑身发毛。但是一转身呢，却什么也没有。我可是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长大的，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鬼神的。这样一想，心头立刻就释然了。由于工作需要，我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。这天晚上，我又加班到深夜，已经是11点多了。我一个人慢慢骑着车往家回。初秋的夜晚，凉风吹得我无比清醒。白天喧嚣的大马路变得冷冷清清的，几乎看不到一辆车。偶尔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夜归人从身边匆匆掠过。路灯将两边的梧桐树的阴影投在地上，仿佛无数张牙舞爪的手向我扑面而来。忽然，
一阵冷风吹过，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好冷啊！我加快了骑车的速度，想借此让自己温暖起来。终于拐进了那条熟悉的小巷，就快到家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无意中朝地上看了一眼，刚暖和起来的身体刹那间一阵冰凉。车后座上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影子？我猛地一回头，车座上空空如也。一定是我今晚加班太累了，用脑过度，产生了幻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骑进了小区的大门。以后的时间里，只要我晚上骑车，总会感觉这后座上有人坐着，风里似乎还传来轻轻的笑声，但是我一回头，却总是什么都没有。同事们看见我也都说，这段时间脸色怎么这么差。公司里一个自称半仙的同事还煞有介事地跟我说，我的眉间有股黑气，怕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被他这样一说，弄得我真有点害怕起来了。于是趁着双休日，我专程去庙里求了一张印有6字真言的护身符来，弄了根红线穿了起来，认真的挂在了脖子上。不久后的一天晚上，我照例加班。夜深了，我终于弄完了文件，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心中狠狠地骂着我们老总，为什么总是要我们加班呢？还加到这么晚。明天一定要联合同事们要求加薪。一边想着，一边我就走到了车旁。在离那辆车2-3米的地方，我不由自主的就停了下来了。他静静地站在那儿，正等着他的主人骑上去。我盯着车后座，后座上什么也没有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足足2分钟，才定了定神，跨了上去。果然，我还没有骑多远，又听到那个熟悉的笑声，随着一阵凉风吹来，飘在我的耳中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个急刹车跳了下来，任由那车倒在地上。我大声喊了起来：“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有种出来！”可回答我的只有呼呼的风声。天越来越冷了，我扶起自行车，心一横，又骑了上去。被我吼了那么一嗓子，那声音居然再也没有出现。我渐渐地放松下来，一会儿就骑到了车棚前。深夜的车棚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，四周万籁俱寂，连思春的野猫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寻欢去了。气氛有点诡异，我心里无来由的开始发毛。定了定神，我推着车走进了车棚。边上那堵高墙矗立在黑暗中，仿佛随时要倒下来，将我压在下面。正一面走一面胡思乱想，冷不防的一个黑影在前面一闪，我感到背上的汗毛一根根的倒竖起来，仔细一看，是一只黑猫。它沿着墙根跑，一下就跑没影了。我的心这才从喉咙口回到了原位。我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想到一向以胆大著称的我，居然会连停个车都怕到如此地步。要是被人知道了，套句俗话，以后还怎么出来混呢？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将车推到了我的车棚口，使劲一跺脚，那感应灯亮了。车棚里立刻充满了光明，光线使我紧绷的神经松了下来。我蹲下身子，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打开了锁，用力向上一拉，卷闸门立刻发出刺耳的轰鸣。
早因是我暂时失去了听觉，恐惧感一下遍布全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灯突然灭了，我心里一凉，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，那门就已经收不住势，往上滑去。一个黑影赫然站在我的面前，我猝不及防地和他打了个照面，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上，心脏好像已经停止了跳动，肌肉都不听我指挥，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，就这样僵在那里。那个影子好像穿着黑色斗篷，斗篷上的帽子遮住了他的脸。那影子慢慢抬起头来，那帽子下居然什么都没有，是空的。熟悉的笑声回荡在空气里。我连倒退几步的力气都没有，直接坐在了地上。当我头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自己的床上，窗外阳光明媚，鸟儿在树上唱歌。我揉了揉干涩的双眼，忽然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儿，虽然沐浴在满室的阳光下，还是让我浑身发冷。这一定不是梦，这个车棚一定有问题。随便吃了点东西后，我来到对门的邻居门前，我按了很久的门铃，才听到里面传来脚步声。接着，一个胡子拉碴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哦，是你啊，有事吗？我能和你谈谈吗？关于那个车棚。我直截了当。他的脸霎时变得很难看，但还是让我进屋了。我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。他听了，只是不停的抽着烟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我以为他不会解释什么了，刚起身告辞，他就开口了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是永远也逃不了了。他把烟头狠狠地按灭在烟灰缸里，又重新点燃了一支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开始他的诉说。他原来是 Z 大的老师，爱上了他班里的一个女学生，同样的农村出身，同样的刻苦勤奋，让爱的火花很快在两人之间燃烧起来。但是两人的相爱却没有得到男方家人的支持。他的母亲觉得儿子好不容易在城里立足了，应该娶个城里姑娘做媳妇儿，这样他就可以在家乡扬眉吐气了。一想到儿子带着城里媳妇儿回老家，人们用羡慕不用嫉妒的目光看着他，他心里就跟灌了蜜似的，好像他的美梦已经成真了。他怎么能容忍儿子娶一个农村女人呢？坚决不行。母亲的虚荣就像一条巨大的沟壑，横在了他们之间，而他最终也抵抗不了母亲声泪俱下的哄劝和歇斯底里的狂怒。从小死了父亲的他，天真的认为只有一切听从母亲的才是守孝道。和那个女生慢慢淡了下来，终有一天，那个女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哭到深夜，忍不住跑来理论，却在那间车棚被一个窃贼强奸以后，残忍的杀害了。我听的是手心里全是汗，他起身给我倒了杯茶，自己也倒了一杯，捧在手里。望着袅袅上升的热气，他再次陷入回忆里。那天晚上，他睡得很早。明天有一堂很重要的公开课，如果通过了，他的职称和工资会上升一个新的台阶，所以他必须早点上床养精蓄锐。没躺多久，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在大喊。那时候这个小区没有物业管理，门口没有人值班，也没有保安巡逻，所以他侧耳听了一阵，再没有听到什么，也就自顾自地睡了。直到第二天，
在车棚里发现了女孩的尸体，他才意识到昨天晚上的声音是怎么回事。巨大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。虽然那个女孩不是死于他手，但他还是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。他恨自己的懦弱，恨自己没有主见。从此再不和母亲说一句话，他母亲眼见这样，也只好一个人回了老家。话说到这里，他已经是泪流满面。这事情已经过去1年，他却还沉浸在往事中，不能自拔。那女孩满腔愤怒，终于化为了怨魂，终日游荡在车棚里。他最喜欢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，我们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骑行，环着我的腰，大声的咯咯笑着。他的眼泪滴在地上，一会儿就淹湿了一大片。对不起，没想到他会跟着你，让你受惊了。我赶紧说，没关系。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。照片中，他搂着一个女孩的腰，两人靠在一大块石头上，甜蜜地笑着。女孩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幸福。2辆自行车在他们身边依偎着，其中一辆男士的车与我那辆一模一样。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但这真相却让我心情沉重。第2天晚上不用加班，天刚擦黑我就回家了，还没骑到车棚，老远就看到那里有火光闪动。不会吧，又来了！我战战兢兢地挪过去一看，才发现是那个男的蹲在地上，烧着一串串纸钱和元宝。他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，似乎没有感觉到我的到来，只听他大声地说着：“小平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不该那么绝情啊。小平，1年多来我天天都梦见你，我知道你死得不甘心。小平，我知道你在听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也许我不值得你原谅，但是你这样不去投胎，是害了你自己呀。原谅我吧。”他蹲在那里，涕泪交加，语无伦次。他终于肯面对现实了。我相信他的小平应该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，一定会原谅他的，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凶手。过了几天，老总派我去外地出差，等我回来已经是1个月以后了。我刚到家的那天晚上，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，正准备上床睡觉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。是谁？已经很久没有生活在惊吓中，我的神经重新变得坚韧起来。打开门，门外的人着实让我愣了一下。是那个男人，他整个人变得都不一样了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脸上的颓废一扫而空。我正惊诧于他的变化，他却微笑着一步跨了进来。落座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我给他烧了3天的纸钱，第4天他托梦给我了，他说他已经原谅我了，让我好好生活，认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我在梦中又见到了他，我羞愧极了。还穿一身黑衣服，还连带着一顶帽子那种，总是看不到他的脸。我祝福了他，真心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了。从此，在晚上骑车时，我再也没有遇到什么。在社区大妈们的热心不断奔走下，小区
终于有了物管。大门口有保安24小时巡逻，离大门不远处新开通了一条公交车，其中一站正是我们公司所在地。从此我告别了自行车，开始了另一段全新的生活。大坝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天边开始浮起了灰色的一朵云。天气预报说今晚还会下雨，再下情况就无法收拾了。甘草站在门口心焦的远眺着，面条要坨了，刘彦明还没有回来。刘彦明已经整整3天没有回家了。甘草知道他是奋战在加固大坝的工程上，如今大坝是保住家乡的唯一屏障了。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表现出它的作用，疏于修整，大坝已经损毁得很严重了。刘彦明是村长，他这样拼命是他的责任，但作为妻子，甘草又怎能不时时的惦念呢？望眼欲穿呢？但他不知道刘彦明确实是在大坝上，但他并不是在指挥修整大坝，而是指挥一群人把一个活人埋进大坝的缺口中。这个人是该死的，他竟然在全民动员抢修大坝、保卫家乡的时候，偷偷运走大坝所用的石料。一旦被发现，自然是群情激愤。一向虽和亲切老好人一样的刘彦明，在这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压力下，神经已经绷到了临界点，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于是震怒之下登高一呼，所有人立刻群起响应，把那个人活捉住，扔进大坝的缺口里面。天边开始有雷声，闪电趁人不备，就会猛地把将降临的夜色狠狠地凌迟。那一瞬间，强烈的光明似乎是对人世间的终极审判，让所有人的心都跟着颤个不停。偷石料的关海志被抛进去就摔得粉身碎骨，但是他在里面困兽一样哀嚎着，祈求着人们饶恕他，把他救上去。但是他的呼喊求饶，在此刻的人们心里根本激不起一点的波澜。红了眼的刘彦明第一个举起大石头砸向关海志最后一点希望。关海志最后一声呼号，刘彦明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在喊：刘彦明，你这个畜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大坝会垮，你们谁也跑不了。大雨来临前，大坝终于修整完了，急雨开始鞭打着大地。刘彦明回到了家里，他已经疲惫憔悴的完全不是那个精壮汉子。甘草看着他，心疼的像失了魂，他的眼泪雨一样落下，坨了的面条已经倒掉，新切的面条细细的，像他的一丝丝心结。刘彦明吃了面条，疲惫的睡下了。在梦里，他的身体不停的颤抖着，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呻吟。甘草坐在炕上，抚摸着他沾满泥水的头，他结实冷硬的胸膛，他粗糙干裂的大手。他哭了，他看着刘彦明，再看看桌子上还冒着余温的面条，肩膀抖得像风雨中的小河。彦明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不知道，我背叛了你。上次你去县里开会的那几天，我把自己给了他。你知道的，如果不是有你，我爸妈逼着我嫁给你，那时候我就嫁给他了。现在他回来了，他还是一个人。他是为了我，一辈子没结婚。我想补偿他，他是不愿意的。
但是我让他喝多了酒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该死。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死，你需要我。等雨季过去了，我就用我肮脏的生命洗刷我的罪恶。他哭的是肝肠寸断，但他知道他什么都听不到。是的，刘彦明疲惫极了，他睡着，连灵魂都是睡着的，但是睡着并不代表他就安稳，因为他也同样有着自己的罪恶。雨季过去，3年1届的选举又开始了。本来是没有谁可以威胁到他的，但是刚刚从城里学校退回来的关海志却成了他最大的威胁。他的阅历、学问甚至人缘都是自己匹敌不了的，他必须找一个不会让人起疑和反对的理由，把关海志彻底打倒。正好这一年天气反常，出现了这次洪水之危，于是在大坝修整的工程上让他找到了办法。他私下里找到关海志，跟他说这时候情况危急，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，但是关海志年事已高，就不要到大坝上参与工程了，只是请他帮忙把石料运到指定的位置，第2天他就会带人修到那里。关海志当然会答应。就在他费力拉石料的时候，刘彦明带人抓住了他。此刻大坝上唯一的领导刘彦明的一句话就是圣旨，他大骂关海志偷运石料，关海志在诧异中什么话都没说，他说了也没有人会信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说的那个地方已经有了足够的石料。关海志就这样死了。刘彦明没有了威胁，他安慰自己，自己为了村里也算是投尽全部精力，自己是不该受到被顶下台的威胁的，但是他的心里又如何能够安稳？关海志临死前凄厉的大喊，就在他的梦魇中生生撞击着他的灵魂。甘草抚摸着刘彦明，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，梦话声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。甘草终于听到了。老关，你不要怪我，我也不想害你。老关，你不要这样啊！石料掏空，大坝会塌的。老关，大坝塌了，我们村就没有了。你放过我吧，我会把大坝变成你的墓碑。甘草的眼泪一下子就止住了，冷汗却下来了。他先是僵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突然尖叫一声跑了出去，他像是发了疯一样跑进东家去。关海志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人家告诉他，他尖叫。不可能。然后他又跑去西家问，关海志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人家告诉他，他尖叫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最后他跑到了大坝上，在雷声雨声中嚎啕大哭。天知道，那个让他背叛了自己深爱着的刘彦明，此刻在长长的大坝那一处骨肉成泥。刘彦明终于醒了，他觉得自己已经虚脱了，自己在大坝上3天3夜不眠不休也没这么累。在梦魇里，他一直与关海志斗着，哀求着，因为关海志在大坝里一块一块的嚼碎了坚硬的石料，他要毁灭大坝，他要报复所有置他于死地的村民。无人居住的公寓。上一所南方大学时，在我们405寝室对面有一间空置的寝室，没有人知道空置的原因。我们学校呢，位置很偏僻，住宿条件很差，地方脏乱不说，寝室还小得可怜。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啊，8平方米住8个人是什么样子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宿舍里
居然还有空着的寝室，这正常吗？为此，整栋楼的学生都是怨声载道。那我和我的室友呢，也天天跑到宿管员阿姨那里去倒苦水，但她呢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的听着。直到有一天发生了那件事情，所有的怨言都消失了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，也许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吧，12点以后楼道里就空无一人了。我呢也缩在被窝里，关掉灯，与室友们开启了卧谈会。这谈着谈着，大家都困了，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就准备进入梦乡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，那脚步声的很轻，很缓慢，从楼道向这边走过来的，越走越近。我当时呢没在意，心想可能是谁去上厕所了吧。不过往常去上厕所的同学，因为怕冷都跑得很快，像今天这样慢慢腾腾的倒是不多见。不过管他呢，人家是跑是走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吧？还是快睡吧，免得明早自习又迟到了。那就这样，我就闭上了眼睛。突然，那脚步声就停了，就停在我们寝室门外。不对，不是我的寝室，是对面的404寝室。接着，外面响起了轻微的钥匙开锁的声音和关门声，想必是那人进了404去了。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管理员阿姨吗？不可能。我住进来这么久了，还没见他进去过。那么，难道是学校又安排了什么人住进去了？这就太过分了吧！我怒火上涌，我们住宿条件这么差，这么拥挤，也不帮我们解决，现在倒让他一个人住那么一间寝室，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能力独占一间寝室。我轻轻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打开门，只见404的灯果然开着，只是一个劲儿的闪，可能是接触不良的缘故吧。我上前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回答，再敲了敲门，还是没有人回答。我就火了，就说道：有人在吗？请开一下门好吗？我话音刚落，404的灯一下子就灭了。我心一惊，心想你也太目中无人了吧，今天太晚，闹起来怕不太好看，等明天早上看我不好好教训你。就这样想着，我狠狠地瞪了404一眼，转身回屋就睡下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跑到管理室质问阿姨，她听了之后呢，脸色变得惨白，用惊恐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。你真的听到脚步声，看到404的灯在闪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在午夜12点之后？是啊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好吧，我就告诉你。不过一听了可别害怕。4年前404住了8个女生，其中有一个叫乔伊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学习也很刻苦，每天晚上都是过了12点才从学校自习室回来。我们见她这么努力，也就给她开绿灯，让宿舍楼的门一直开到午夜之后。那后来呢？乔伊她怎么了？死了。死了？我惊呼。死了，就在4年前的冬天，就像昨天那么冷。
他也是12点后才回来。那一天啊，404的灯坏，开关漏电，室友们忘了告诉他，他又有心脏病，一开灯，心脏病就犯了，死得好惨啊！我到的时候，他的室友都昏了过去，他的眼睛瞪得好大，那灯啊就这样一闪一闪。我惨呼一声，连滚带爬的逃了出去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吵着要住404了。午夜12点过，管理员阿姨在走廊巡视，她的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。其实呢，404里面存放着的是他的一些物品，那些东西来路不正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就利用4年前的一场意外编了一个天大的谎言。昨天那脚步声是他发出来的，灯也是他开着的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吵着要住404的人吓跑，没想到进行的这么顺利。他得意的笑了，这时背后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他一惊，转过头却没有一个人影。谁？他问。没有人回答。突然404的灯一下子开了，那灯一闪一闪的，尖叫声在走廊里不断的回荡，我和我的室友没有一个敢出去看的。我把这事儿告诉了我的父母，并提出了转校，父母同意了我的要求。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以后，我就离开了那所学校。安魂曲第1集。这世上呢，有一个人，如果你的亲人不幸故去，且徘徊不去，请去找他，他能奏出你亲人的安魂曲。从此呢，灵魂会去往该去之地，他能安息，你能安心。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升。王若怀第一次听说陈升这个名字的时候呢，是在朋友的追悼会上。那是他大学同学，挺甜美可爱的一个女孩，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为了救跌倒的小孩而被加速行驶的汽车撞倒，抢救无效身亡。他不过呢才20岁的年纪，跟王若怀说过很多很多梦想，最伟大的那个是去贫困山区的孩子那儿支教。他喜欢孩子，所以呢，在那些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，于他而言义不容辞。听说这个噩耗的时候，全班同学都开始哭泣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死亡会降临到这个女孩头上。昨天还甜甜笑着的她，如今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，身体那么的冰冷，从今以后都再没有一丝的温度。恰好那天路口的摄像头损坏，没有拍下事故画面，肇事司机逃逸，至今未被找到。同学们自发组织了女孩的纪念会，在学校的操场上摆了心形的蜡烛，大家围坐在一起讲女孩的故事。每个人脸上初始还是回忆的美好笑容，后来齐齐的缄默。有女生忍不住先哭了出来，抽泣声在操场上空盘旋。王若怀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了一阵美妙的音乐声，这是一支他从未听过的曲子，舒缓而沉静。王若怀的眼睛被泪水给模糊了，恍惚间看到烛光中站着那个女孩，冲他们每个人微笑，如她生前一样。操场就挨着艺术学院的教学楼，学校的乐队常在里面排练，总有歌曲声传出来，所以王若怀以为那是乐队演奏的乐曲，正好应景，也正好替他们送女孩一程。
可直到王若怀去参加女孩的追悼会，在那里看到一个女人用小提琴拉出了这首曲子，他才知道他猜错。王若怀是作为班级代表和另外2名同学一起去参加追悼会的。女孩的黑白照片高高的悬挂在灵堂上，亲朋好友伫立其下，前面的灵床上躺着女孩，鲜花簇拥着，睡得安详。众人齐齐对着女孩的尸体默哀，便在这时候响起了音乐，小提琴声音响起，自灵堂一旁的屋子传出。王若怀听着这熟悉的曲调，下意识地抬起头，被身边的同学小声的警告：“默哀呢，专心一点。”王若怀的余光向周围瞥去，所有人都在低头默哀，似乎并未被这乐曲声给打扰。他们没有觉察到什么不妥，好像在默哀的时候，音乐播放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这3分钟很长，漫长到王若怀听到高跟鞋的声音，默哀仍没有结束。小提琴声音渐行渐近，王若怀再忍不住，稍稍抬起头来，看见了那个女人。女人穿着一身黑色长裙，边拉小提琴边绕着灵床走动，好像在跟沉睡着的女孩在做最后的告别。女人头上戴着帽子，黑纱遮面，容颜朦胧，却依旧能够辨别，那是一张无异于异常沉静的脸，无悲无喜，像是旁观世间的冷暖苍凉。王若怀觉得有一个词很适合形容这个女人，孑然一身。女人抬起眼来，看见了王若怀，她微微一笑，竟是朝着王若怀走来。舒缓的乐曲让人的心变得异常平静，女人的高跟鞋声便显得突兀了。她在王若怀面前站定。这是安魂曲，送给他的。王若怀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我是陈升，给亡灵演奏曲子，他走得不安心，我来送他一程。这女人说话很奇怪，王若怀诧异周围的人竟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里，整个灵堂像是静止了，只有他2人可以活动。你知道吗？我演奏给每个亡灵的安魂曲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都不一样。他指了指自己的心。你想知道自己的安魂曲是什么吗？王若怀吓得连连摇头：“我还不想死。”陈升笑道：“等你死的时候再说吧，很快我们会再见面的。”他如同来时那样演奏着小提琴，退回了灵堂旁边的房间里去。静止的时间好像突然又流动了起来。周围的人开始走到灵床前做最后的告别。他问同来的同学，无人听到那舒缓的乐曲，方才发生的一切好似只有王若怀的幻觉。安魂曲第2集。王若怀回家，只见到母亲，说是父亲出差，单位临时决定的，说走就走，也没有交代什么时候回来。正好父亲的车子留下了，王若怀便开着出去了。他早就和几个朋友约好晚上去看电影，车子刚好派上用场。王若怀有个习惯，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听音乐的。刚开始放出的音乐是他 U 盘里的，可是没多久响起了一阵他从未听到过的不同寻常的音乐声。说他不同寻常，是因为这音乐着实诡异，听得王若怀心里有些发毛。他不记得自己曾经下过这首歌曲，也不记得父亲在车上放过这首歌曲。
父亲常听的都是过去的老歌，而现在车上放着的，则是一段小提琴曲。小提琴，王若怀心头一颤，想起了陈生。便在这时，他从车的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的父亲。幸好是在等红灯，王若怀才没有把车子开出去。父亲正端端正正的坐在后座上，有些严肃的看着他。爸，你什么时候坐上车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父亲说：若怀，以后开车不要听音乐了。王若怀十分的不情愿。为什么呀？你开车的时候也听的。不安全，以后我不会再听了，你最好也不要听。王若怀撇了撇嘴，把音乐关了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爸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想你了，所以回来看看。爸，你真逗，说出差就出差，说回来就回来，搞得跟旅游似的。父亲却没有笑，指了指前方：旱路，开车小心点儿。王若怀这才注意到，便绿灯了，边开车边问：爸，我跟同学去看电影呢，待会儿到了电影院，你把车开回去得了，我看完电影坐公车回去。没有人回应。爸，王若怀看向后视镜，后座上空荡荡一片，哪里有他的父亲呢？王若怀一个急刹车，车子停在路边，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堪堪躲过，对他骂骂咧咧。王若怀却直直地盯着后座，那里有一片凹陷，明显是坐过的痕迹。车子里这时又响起了音乐声，诡异的小提琴，好像月光下鬼鬼祟祟的一只狐，听得人心惊肉跳。王若怀忙去关了音响，可是无用，因为他的音响压根儿就没有开，这段小提琴像是无端生出来的鬼魅，没有开关控制它，所以自生自灭。王若怀没有心情去看电影了，开车回家，期间是胆战心惊，偷瞄后视镜，生怕父亲又像方才那样突然出现。回家打父亲的手机，无人接听。王若怀坐立不安，只感觉父亲出了事，向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，却得到母亲轻描淡写的询问：是不是你们班上的同学去世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心情啊？逝者已逝，生者该更好的活着。逝者已逝，生者该更好的活着，我们常用这句话来安慰别人，同时安慰自己，其实不过是场面话。时间是一剂良药，再大的苦衷终会成为一杯白开水，无色无味。王若怀睡得很不好，半夜被噩梦惊醒，看到书桌前坐着一个人，他也吓了一跳，要去开灯，被那人制止。若怀，是爸爸。王若怀瞪大了眼睛，充分适应黑暗以后，看清了那人的容貌，的确是父亲。爸，你回家了？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？去看了个朋友。你搭了我的车对吧？怎么转眼就不见了？你什么时候下的车？你等红绿灯的时候。爸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若怀呀，以后开车要小心。什么？以后开车小心，还有好好照顾妈妈。爸，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是不是该睡了？
王若怀看见父亲站起身，出了他的卧室，小提琴曲在同一时间响起，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这诡异的声音。王若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冲出卧室来到客厅，却听见刺耳的电话铃声。他颤抖着手接起电话，那头的声音有些冰冷。你好，这里是警察局。几天前，王若怀的父亲醉酒驾驶撞人逃逸，却因车速太快撞上路边的大树，当场死亡。被父亲撞死的那个女孩，正是王若怀的同班同学。而开着车回家并告诉妻子临出差的那个，是父亲的魂灵。父亲的葬礼在3天后举行，例行默哀的时间，王若怀又见到那个女人陈生。她穿着一身黑色长裙，头戴面纱，拉着小提琴从灵堂旁边的房间走出，悠扬的小提琴曲好像月夜下鬼鬼祟祟的一只狐，悄然来至身畔。陈生说：我说过的，我们会再见面。这首安魂曲是给你父亲的，每个亡灵走的时候，我都要送他们一程。王若怀问：他走得安心吗？只要我来，亡灵都会安心。王若怀笑了笑：那就好。那他呢？比你父亲安心。如果你参加葬礼，见到一个穿着黑色长裙、头戴黑色面纱并拉着小提琴的女子，那么请移开你的目光，静静的默哀。她为什么会为每一个不愿离去的亡灵奏一首安魂曲，送他们上路？从此人世间再没有了怨，再没有了不解的愁。请记住，这个女子叫做陈生。赚死人钱。我们村谭姓的3个人生了一场怪病，这病怪就怪在白天看似什么症状都没有，可是一到晚上就来麻烦了，浑身上下说不出来哪里疼痛哪里难受，到后来鬼哭狼嚎般的呻吟，搅得四邻不得安宁。更加奇怪的是，3人的病情竟然是一模一样，简直就跟商量好似的。他们呢，跑遍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医院，可是所有医院的诊断如出一辙，没病，惊吓过度，回家养养就好了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京九铁路从村子的东边经过，这正好占用我们村谭姓人家的林地。根据上级的政策，每个坟头拨300元作为迁坟补偿。这谭姓的村民派了3个德高望重的代表，高高兴兴的把这笔补偿款就领了回来。回来的路上，3人呢边走边议论，这谭兴就说：哎呀，时间紧，如果这些坟全部迁走，恐怕来不及。另外一个谭伦接着说：哎呀，这还不好办，迁一部分剩一部分不就得了？那第3个叫谭虎的不高兴的问：那迁谁家的剩谁家的？哎呀，你真是，这话还用问？当然是剩那些没有人的绝户坟了。谭兴就说。这时呢，谭伦、谭虎豁然开朗，高兴地说：哎呀，还是你心眼多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真是个好办法，不光省下了时间，还省下了不少补助费呢。停了一下，他俩又有些疑虑地问：哎呀，可是这笔钱该怎么处理呢？谭兴就不耐烦地说：真是个榆木疙瘩，小没声的，咱们仨装进腰包里不就得了？谭虎呢，仍然不开窍地说：咱们这不是占死人便宜吗？
我觉得这不合适。谭伦接着说：“现如今活人都照样坑蒙拐骗，咱们就占点死人便宜，那还叫占呢？这年头可不能太死心眼儿。”谭虎又眼巴巴地说：“那好，你分就分吧。”这眼看着天就黑下来了，三人就怀揣着分得的迁葬费的补助款，兴冲冲地往回走。这忽然，前方大约300-400米的地方，一片是灯火辉煌。三个人就诧异，同时又仔细地分辨了一下，只见五颜六色的男男女女正穿梭着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有的跑来跑去，有的吆吆喝喝，还有的在忙前忙后的搬运着什么东西。三人就商量一下，此处这么热闹，咱们何不去凑凑？再说了，咱们兜里反正有的是钱，看看有没有酒店，咱们也好好的喝上2盅。可是呢，凭借这三人如何探问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们，只是匆匆忙忙的各自忙活着活。即使是那些在一边看热闹的闲杂人员，也都是面无表情，一言不发。这三人正纳闷呢，只见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。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粗布对襟长衫，裤子是那种旧式的大裤裆的粗布裤。尽管年龄不大，但竟然留着一大把黑黢黢的胡子。更奇怪的是，他的头后还扎着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。三人禁不住想，这是演电影呢，还是活见鬼了？这年头怎么还有这种装束打扮？想到这儿呢，他们自然就比了一下周围的人，这一对比，差点没把他仨吓死。不仅是装束古朴怪异的问题了，更加让人胆战心惊的是，他们搬运的东西不是白森森的尸骨，就是即将腐朽的棺木。三人只觉得头皮发麻，两腿发软。当时的唯一念头就是逃离，并且是快速的逃离。可是还没等他们往前迈动一步，那个高大的年轻男子像看透了他们的心思似的，一步跨到了他们的跟前。想跑哪有那么容易？他愤怒地说，既然来了，咱就说道说道。韩星结结巴巴地说，我误会，这纯属误会，是我们闯进了贵地。年轻男子斩钉截铁地说，哼，什么误会？当我们是傻子？你们欺负我们无后人，贪污我们的迁葬费，让我们死后无定所，自己说吧，该怎么办？三人面面相觑，目瞪口呆，心想这刚刚装到腰包里的钱还没有捂热，他怎么就知道的如此详细呢？甭说哄人哄不了神，看来连鬼也哄不了啊！怎么办呢？三人懊悔地想，既然他什么都知道了，那就只能自认倒霉吧。谭虎结结巴巴地说，大哥，你看，我们只是一时糊涂，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儿。年轻男子更加气愤地说，岂有此理！按辈分，你们都该叫我祖爷爷，你们竟然叫我大哥，真是大逆不道！年轻男子呢，说着就去拿旁边的一根大棍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老态龙钟的老者走了过来，先是安慰年轻男子，二兄弟，你先息息怒，这都是后代管教无方，让孽障们惹你生气了。接着呢，又冲着他们三个训斥道，不懂礼数的东西，竟然跑这里惹你二祖爷爷生气，还不赶快赔礼道歉！三人听到这里，便懵懵懂懂的扑通的跪在地上，有的冲着老者，有的冲着年轻男子，鸡啄米似的磕起头来。
可是啊，这年轻男子仍然是怒气未消。磕几个头有什么用？把我们这些人搬家的钱都贪污了，你们的心都黑透了。老者呢，又来打圆场说：“哎，二兄弟，你看这样合适不合适？按说呢，这几个畜生的确该好好教训教训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一拃没有四指劲，哎，再不懂事也是咱们谭家的晚辈，你宽宏大量，暂且就饶他们一回。”年轻男子呢沉吟了一下，扔掉了手中的棍子。看在四哥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多追究，可是搬家的事儿你也知道，你们倒不用操心，但我们这些人谁管？老者呢赶紧接过话：“好说，这事儿好说，你们三个都给我听好了，赶快回家，明天一早帮你二祖爷爷搬家。”这三个人呢都吓傻了一般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呀跪在地上磕头，也不知道是对老者谢恩，还是对年轻男子谢罪。不知道磕了多长时间，远方才传来了鸡叫声。磕头如捣蒜般的三个人直磕的是头晕眼花，是天旋地转。谭兴感觉不对劲儿，他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，东方玉晓，悄悄呢就捅了捅身边的人：“哎，傻瓜，别磕了，天都亮了。”谭伦、谭虎这才敢偷偷的抬起头来，眼前哪里还有什么老者和年轻男子的身影？不仅如此，就连看到的集镇和村庄也不见了，有的呀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坟墓。后来这三人呢也是痛改前非，知错能改，把这能迁的坟呢都给迁走了。你说呀，这个世道，死人的钱你都赚，你还有点良心吗？